近排咧我就睇到東張西望2個月前咧，原來有一個 case，內容咧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研究一下嘅。當中咧嗰個投報人咧，佢就係一個就嚟退休嘅中層管理人員啦，入息唔差啦。喺2009年開始咧，佢就開始投保，係啦，咁買咗第一份保單嚇。咁根據嗰個訪問裏邊講咧，喺2009至到21年咧，依10零年間咧，佢大約咧就買咗23份嘅保單嚇。佢嗰個投訴咧就係話，佢只知道自己有第一份2009年嘅保單，係唔知道後邊嗰22張保單嘅存在。咁我都覺得咁神奇係咪？真係即係點解會唔知啊？因為要供㗎嘛，係咪？如果冇供又會斷，保險公司都會出信㗎嘛。咁究竟啲錢從何來咧？保費從何來咧？供足11年喎嚇。2 part 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嘅。一 part 咧就係嗰個case 引申出嚟嘅保險，平時作為一個投保人，我哋去點樣去留意自己保單嘅情況啦。第2 part 咧就係東張西望佢嗰個引子啦。佢哋做一個訪問，就係問街頭嘅人，究竟一個人應該有幾多份保單嚇？咁我覺得呢個 topic 都幾值得傾，咁所以咧就分開2 part 同大家講。咁首先啦，我就講第1 part 先啦嚇。咁第1 part 咧就係投保人咧，佢就話唔知道自己有個22份保單，而佢每一年咧供緊嘅保費咧，平均嚟講咧係26萬，即係話每個月咧佢大約有21000蚊嘅錢咧係供緊保單嘅嚇。咁加埋10年，接近300萬咯，係嘛？即係你1年26萬，你10年都260萬啦，係咪？如果你問我自己經驗，一個人客去供緊2萬蚊一個月，係會係啲咩嘅客人咧？通常咧係一啲真係我哋叫中高層管理人員嗰班，平均可能每個月入息10萬嗰啲咧，佢哋供2萬蚊一個月咧係唔奇。其實好多時佢哋咧都唔止供2萬蚊嘅，好多時可能佢係1萬蚊喺保險公司，另外1萬喺依間銀行，另外1萬喺第二間銀行，係咁嘅。即係因為佢哋咁忙咧，未必有咁多時間去使錢啦，而佢哋都趁自己有能力揾錢嘅時候咧，準備退休啦，所以佢哋都幾中意儲錢嘅，會不停喺唔同嘅銀行、唔同嘅保險公司咧就開唔同嘅計劃。實質你話每個月使錢，佢哋又唔會使好多咯，係啦。個人客究竟供幾多錢保險，我哋先叫做適合咧嚇？有幾個因素啦嚇。我覺得就係第一啦，究竟個人客佢當時投保嘅時候佢個歲數啦，呢個好重要嘅。一個20零歲嘅畢業生，同一個30幾歲做咗10年嘢嘅人客，另外再同一個40零歲嘅中高層管理人員，嗰50零歲接近退休嘅人咧，其實大家嗰個生活負擔、生活開支、入息都唔同。佢能夠剩到出嚟嘅錢或者流動現金都唔同，就會好影響究竟佢今日做呢一個投保資金嘅決定嚇。因為我哋成日話每張保單係因人而異，或者係我哋要睇翻每個人客嘅需要咧，就係每個人個背景都唔同咯嚇。如果你話一個 fresh graduate，佢啱啱出嚟做嘢揾16700，咁我哋叫佢買啲保險啊、儲錢啊咁，有陣時佢哋都未必捨得嘅嚇，因為佢覺得我自己咁健康，我使乜買保險啊嚇。咁儲錢我諗個切入點容易啲啦嚇。咁同埋而家嘅後生咧就仲幸福，而家係00後啦嚇。00後咧，佢哋細個時候父母已經幫佢買咗少少嘅危疾，又買咗啲基本嘅住院，買咗噶啦嚇，又唔使佢供嚇。咁變咗咧，佢而家出嚟做嘢咧，佢已經係有1、2份保單噶啦。咁甚至乎教育基金都爹哋媽咪都有幫佢儲，不過又
冇必要用係嘛？咁啊唔會攞咋，佢自己揾埋6-7蚊，你話叫佢儲多1000蚊去儲錢啦，逼下自己儲錢，佢哋都 OK 嘅，我覺得嚇。去到30零歲嚇，咁可能佢揾25000至到3萬蚊啦。爭在就係佢有冇結婚啦，係啦，使唔使供樓啦，有冇仔女啦？如果係單身就會可能好啲咧，冇咁多開支嘛。咁佢剩到啲錢，佢就會諗究竟啲錢係愛嚟儲啊，定係點樣買保險咯？好啦，咁啊去到40零歲咧，就好多時都會結咗婚嘅嚇。咁不過40零歲咧，而家嘅年代就都有1-2個仔女嘅，好多時好錫啲仔女。咁變咗佢除咗諗自己之餘咧，佢又要諗仔女啦嚇。通常一家你話一家3口、一家4口有10零20張單，我覺得係唔奇嘅嚇，真係唔奇嘅。即係每人買啲，每人買啲咯，因為即係量力而為啊嘛，係嘛？咁去到50零歲嚇，咁啊要睇嗰個人客咧，佢入息真係有冇變大。如果佢係去到中高層嘅管理人員，入息一路都唔差嘅話咧，佢事實上可以做好多嘅資產配置、財富管理。但係如果你話佢個人工一路都可能係停留咗喺某一個水平、有一個階段係啦，咁而佢又仍然好多負擔，屋企嘅嘢都未處理好嘅時候咧，佢未有咁多流動現金咧，咁就未必可以做到咁多嘢咯。所以我哋一定要同個客人傾咯。咁喺2020年咧，疫情開始咧，大嘅基金公司咧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咧喺一啲電子嘅平台裏邊，因為人客咧都怕感染唔出街嘛。咁但係佢哋都想啲人客知道自己份單嘅情況，有做咗好多手機程式啦，另外又可以電郵啦，係啦，可以睇到嗰啲資料啦，好多喺電子上嘅改變，咁令到啲人客咧就可以多層面啲知道自己，提醒佢份單喂到期交保費咯嚇，或者哎呀你未交喎，佢又會 send 個手機信息俾佢啊嚇咁。所以如果講翻頭先個投保人，佢有23份保單，一年裏邊佢會收到23張週年通知書。OK， 週年通知書咧就係每年嘅報表啦，係咪？有2個形式，一用真正嘅信件寄俾人客，二就係用電郵，係啦，睇下個人客佢自己中意，有啲客好中意環保啊，同埋電子記錄，所以有啲客就中意用電子嘅。無論你由電子又好，或者真係收信件都好，一年12個月，你收到23個電郵、23封信，其實一個月都起碼收2封喎，其實都幾多喎嚇，即係。你冇理由一路收緊呢啲嘢，你都話唔知自己有嗰20幾張單噶嘛？係咪？即係呢個係幾匪夷所思嘅。即係我覺得你冇理由不停，如果有一間公司或者係當電信公司咧，不停寄嘢俾你，你冇理由唔會睇會講咩事啊？點解佢係咁寄信嚟嘅？係咪？你一定會睇噶嘛？因為我覺得投保人都要有嗰個意識或者有嗰個責任。究竟呢啲係咩嚟咧？嚇！另外咧，就喺嗰個訪問裏邊都講，原來咧所有保單都係用自動轉帳啦，喺佢個戶口度過數啦嚇。咁喺銀行係有預結單噶嘛嚇，咁會有記錄過咗去數噶嘛。你話1-2年就話啫，但係成10年一路過緊你數，你都冇睇過預結單，都唔知自己戶口每個月少咗2萬幾蚊，呢個又係個投保人個對自己嗰個理財嘅意識就唔係好強嚇，或者可能佢真係好多入息，佢唔係太覺嗰嚿錢冇咗。正常嚟講就真係唔會完全察覺唔到有呢22份單嘅存在啦嚇。喺而家今時今日，一個人客佢投保，當佢投保咗嗰刻嚇，而家好多時都網上理財啦，交錢啦。個人客嘅電郵即刻已經會收到嚇，你喺依間公司就啱啱投保咗，多謝你係啦。咁到出咗保單，譬如幾日後批一張單啦，出到單，跟住佢又會收到手機信息，又收到電郵，你要入去確認喎嚇，確認張保單喎嚇。咁點解保險公司要咁樣不停提咧？就係要俾個投保人知，喂，你買咗嘢喎，係啊，你要確認喎，唔確認係咁追佢嘅嚇。咁有陣時啲客都覺得好煩嘅。咁
因為佢係可以喺冷靜期之內退保噶嘛，投保咗之後嚇，佢就係提你喂，如果你覺得唔啱嘅，你就要退啦咁樣啦，即係有個意識啦嚇。冷靜期呢樣嘢咧就都好多年㗎啦。2020開始好多保險公司都個電子系統更新咗之後咧，就買一張保單都好多嘢會個人客收到手機信息提佢。最近期嗰幾張單喺2020同埋2021年㗎嘛，幾張單佢應該都係收到資訊啊，收到信息啊咁樣。咁但係佢都係話唔知道咧，呢個真係要查下點解啦嚇。喺嗰個成個訪問裏邊咧，佢又冇講到話嗰個地址啊、電話啊，即係如果係錯嘅咁。佢哋都可以講因為係地址電話錯，所以我收唔到嘢啫。但係佢哋又冇講過，即係人客係一路都應該嗰啲資料係正確嘅嚇。咁但係佢哋就冇提到啦嚇。23張保單係多定少咧嚇？我覺得冇得咁樣去定斷嘅嚇。以前人客買一啲普通嘅住院，而家政府推薦醫保俾扣稅。甚至乎啲人客緊張咗自己身體，佢再加啲高端醫療，咁已經有多張保單啦，係咪？危疾以前賠一次，依10年多咗賠多次危疾。如果個客健康冇問題，佢真係會加嘅，因為點解咧？10幾年前嗰啲額太細，買得嗰2-3萬蚊美金都唔知夠乜，係咪？而家一個癌症要成150萬港紙，唔夠賠。健康 OK 嗰啲咪會加大啲咯嚇。一個人客佢喺唔同時候、唔同經濟狀況而有新嘅產品，個人客係有機會加保單嘅，係啦。儲錢就更加難講話叫多定少啦。我自己覺得咧，保單咧係資產嚟嘅，好似買樓咁嘅啫。如果你話俾人聽你有10層樓收租，咁你係覺得自己好似有好多資產啊，有一啲被動收入。咁喺保單嚟講，你買每一個保額、每一個保障或者每一個儲蓄回報，嗰啲都係你嘅資產。不過好似話齋係我在生用啊，定係我行開嘅時候先顯現到呢啲資產出嚟嚇。我哋好難講點為之多與少咯嚇。重點係個客係真係量力而為咯嚇，個經濟能力。係啦，係咪真係可以有能力去做到嗰個財富管理或者資產配置或者係風險管理，佢真係做得到咧？呢 part 咧，我再想講下咁啊，東張西望咧，佢哋就做咗訪問，街頭訪問。哎呀，你覺得一個人有幾多份單就為之適合啊？咁啊，有2個訪問者就話2-3份啦，係啦，2-3份係夠噶啦咁。咁我都想講俾大家知咧，就係如果個人客佢由佢畢業出嚟做嘢，到一路人工一路加，佢個職位一路高，或者出嚟做生意賺多錢咧，事實上佢係會不停買保單嘅。但係不停買保單咧，呢個只係冰山一角。當個人客喺我呢度有10份保單咧，佢喺銀行可能有更加多嘅資產配置嘅嘢嚇。我哋保單只係佢真係可能1/10嘅資產嘅嘢嚟嘅啫嚇。事實上，我哋都有啲人客，可能佢真係20-30年都係嗰1-2張保單有嘅，係啦。咁因為佢個經濟條件唔許可啦。第二，可能佢健康唔能夠再買到啦嚇。但係佢經濟條件唔得，又儲唔得幾多啦嚇。咁但係佢都係我哋嘅客戶嚟㗎嚇，都係朋友嚟㗎。我哋都嚇一識咗咁多年嚇。但係市場上多唔多呢啲客咧？我又覺得即係 so far，你話依10零20年香港個經濟都唔係太差啦。事實上啲人客，我哋睇住佢哋又畢業，跟住又結婚，跟住又生小朋友，係啦，一路成長。咁都睇到佢哋嘅入息係一路增加啦嚇。咁當佢哋越嚟越重視自己或者對自己健康緊張嘅時候，佢又會再買多啲嘢啦。一個人客應該有幾多份單呢？好難計，
同埋每一張單究竟供幾多錢呢？嚇，有一啲癌症全方位嘅單真係好平嚇，即係幾百蚊又買到嚇。你話要買一啲大額儲錢單嚇，一年俾幾十萬嘅客亦都有嚇，大家都係一張單嚇，一個幾百蚊，一個幾十萬，咁係咪可以咁樣比較呢？嚇？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咁樣用話幾張單就係叫夠，我就覺得太籠統啦，唔應該咁樣去俾一個錯誤嘅觀念俾頭部人咯嚇。我哋嘅 channel 咧就係希望俾多啲保險嘅知識俾大家，多角度去了解究竟保險價值係啲乜嘢嚇。當有一啲唔係咁好嘅保險嘅 case 出嚟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同大家去思考下，我哋應該用咩角度去分析嗰單 case 咧？內行人有陣時我哋都會覺得，哇，冇理由嘅喎，真係即係個程序上唔應該係咁嘅喎嚇。內行人有內行人嘅評價嚇，咁但係客人咧真係唔熟悉我哋呢行，所以客人咧又會有客人嘅角度啦，係咪？咁東張西望，佢係要做節目，佢又有做節目嘅角度啦，係咪？咁大家睇嘢角度未必一致嚇。咁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嘅，我哋只係提供多一個角度啫。希望大家喺思考嘅時候能夠我成日都講多啲認知，咁大家咧去分析件事嘅時候咧就會全面一啲咯嚇。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哋嘅頻道嘅分享係有價值嘅話咧，記得俾個 super fans 我哋啦嚇，有個深深嘅係啦，喺嗰個畫面嘅右下角嚇。咁如果你有啲朋友佢哋對保險好擔心嘅嚇，冇信心嘅，或者有疑問嘅，歡迎你 forward 我哋嘅 channel 俾佢啦，係啦。咁我哋入邊都有唔同嘅播放清單啦。我哋淨係講保險嘅知識咧，都有200幾條片。其實保險真係包含好多嘢，但係有陣時你話就咁同個客講保險好悶啊嚇。即係咁啱你話有東張西望，佢去 highlight 一啲重點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嗰啲切入點去同大家討論一下，咁可能大家會即係會有興趣一啲啦嚇，或者大家想我哋講多啲咩嘅 topic， 都歡迎大家留言講俾我哋聽嘅，係啦，盡能力我哋知道幾多嘅就盡能力去講啦。咁我哋認識嘅未必係100% 啱嘅嚇，不過我哋係盡我哋嘅能力將嗰個資訊分享到俾大家知道咯，好嘛？咁就下次見啦。